九連山西至粵東北韶關，東至武夷山脈以西，橫跨廣東、江西、福建三省邊界，屬於南嶺山脈東部嘅組成部分。其環連共粵兩省9個縣、99座山峰，相連而得名九連山。位於贛南同埋粵東北地區嘅山嶺間，屬於傳統嘅客家地區，亦都係目前客家人最主要嘅族群居住地。其中嘅客家人口佔比超過咗90%。由於地處山區，生活艱苦，交通不便，文化差異巨大，講嘅都係客家話，因此甚少有客家外嘅人口移居過嚟生活。喺中國嘅近現代史，呢一帶係廣義上嘅蘇區，係當時中國蘇維埃政權嘅革命根據地。用共和國嘅說法，係革命嘅搖籃，紅色政權嘅建立之地。用民國嘅說法，呢度係匪區，係禍亂之地，被視之為眼中釘、肉中刺。先後經歷咗幾次嘅剿匪行動，先有咗後來共和國上長征呢個詞語嘅誕生。九連山林牆下嘅瑤族村，外表睇嚟係煥然一新，鄉村振興嘅口號嗌咗10年8載，工程嘅建設花費咗千千萬萬，鄉村嘅寧靜依然數十年如一日，只係一日不如一日。寧靜有好多種，可以係鬧市中嘅凌晨，可以係遊樂園嘅半夜，而呢種張燈結彩、紅旗飄飄下嘅寧靜，少咗人氣，少咗煙火散發出嚟嘅熱量，與寧靜無關，係逐漸從破敗走向蕭條。村入邊嘅建築佈局係傳統嘅客家建築佈局，方方正正、橫平豎直。由於村入邊居住嘅都係瑤族人，因而摻雜咗獨特嘅山區少數民族建築風格，吊腳樓。受到客家傳統文化嘅左右，大致上跟隨住主流嘅客家文化，但細節上仍然保留咗其固有嘅一啲民族色彩。客家人嘅文化傳統自稱到邊度都係客。隨住經濟結構發生改變，地區間嘅生存環境差距逐漸拉大，自然更容易造成人口嘅流失，由鄉村進入咗小城，由小城進入咗大城。呢個現象甚至波及喺經濟最發達嘅廣東客家地區，每年嘅外流人口近幾年開始每年增多，並冇減少嘅跡象。同時，少子化、老年化嘅現象正喺度日益加劇，人口嘅結構逆轉正式進入咗明斯基時刻。留俾鄉村嘅當然就係風燭殘年、老弱病殘。你說公主，他在番禺啊，在番禺那邊啊？番禺區啊。他們一般什麼時候回來？過年過節嘅時候，老人家搶客嘅時候就回來啦。一句過年先至返嚟，係希望，係期待，係無奈，係失望，係百感交集，千分感慨，更係萬般不由人。住喺城鎮周邊嘅村當然就會好一啲，畢竟城中村會比真正嘅農村各方面嘅條件都會好一啲。從最簡單嘅教育、醫療、就業上嚟講，得到咗最初級嘅保障。畢竟就算最奀嘅鄉鎮都有其重要嘅商業功能，除咗務農以外，多咗另一個生存嘅選擇。贛南嘅客家地區雖然都係處於人口外流嘅境況，但係客家文化傳宗接代嘅思想依然影響着廣大嘅鄉鎮地區。深入骨髓嘅重男輕女思想雖然一定程度上得到咗改善，但終究唔係一兩代人一朝一夕可以扭轉。留喺當地嘅客家人仍然貫徹來自於祖宗嘅訓誡，宗族嘅影響力雖然弱化咗，但仍能左右個人嘅選擇。只要依然相信生個男丁就完成咗家族任務嘅使命感，就能夠穩住一定嘅出生率。但隨住觀念嘅改變，少子化嘅趨勢已經形成，結局嘅來臨只係遲早嘅問題。楊村鎮嘅燕翼圍始建於清順治7年，當時正處於明末清初戰亂紛飛年間，為咗保護族人，抵禦外敵，貫徹高築牆、廣積糧嘅祖訓，
當時嘅陽春富戶黎福清請來風水大師坐鎮，蒐集咗能工巧匠，耗費巨資，歷經3代27年時間先得以完工。距今已經超過咗300多年嘅歷史，係贛南地區現存最高嘅客家遺屋，亦都係牆體最厚嘅遺屋。雖然唔夠面皮厚，但係都有成1.45米嘅厚度。江湖傳聞江西嘅風水大師享譽古今，名揚九州四海，常人難以一會。尤其係贛南地區嘅風水師，能尋龍點穴、擇日飛星、陰陽互通、驅邪避煞、博通古今、學貫中西、師承鬼谷子、技傳劉伯溫。最犀利嘅地方就係面皮厚過城牆。能請得起風水師坐鎮，可謂為咗千秋大業落足心機，做足功夫，未開始就不惜一切血本。遺屋嘅建造喺當年嚟講，其實都係因時因地嘅產物。客家人係一個統稱，其中又包含咗多個少數民族。喺過往嘅1,100年時間，南方地區嘅少數民族同埋躲避戰亂南遷嘅客家人，為咗爭奪有限嘅生產資料，就會發生大規模種族間嘅爭鬥。呢啲遺屋嘅建造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保護族人嘅人身安全同埋財產安全。牆壁越厚就越堅固，牆壁越高就越難攀爬。其他所有嘅合理性都必須置於安全嘅考量下進行，因而防禦嘅功能同埋生活功能剛好就有咗內外之分。今日嘅現役圍依然仲有村民居住，大多數村民離開呢度嘅時間不過係近20年內嘅事。換句說話嚟講，10幾年前佢哋大部分人嘅生活環境同埋300年前大同小異。畢竟對於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嘅農民嚟講，真正食飽飯不過係近20年嘅時間。喺呢段時間入邊，食飽飯嘅問題比住房嘅問題更為重要。正因為搬得比較遲，遺屋並冇過多嘅修繕同埋改造，因而保存得比較完整。現役圍分為4層，每層有34間房，四面對稱，方方正正，總數為136間房。其中1樓為柴房、膳食、物料堆放區，2、3樓為居住層，4樓為戰備層。每層有騎樓回環相通，大門口係唯一嘅出入口，守住咗大門就等於守住咗全族人嘅身家性命，緊靠一夫當關、萬夫莫開嘅防禦理念。中國傳統講究嘅成家立室喺遺屋上其實好容易理解，未婚未嫁視為未成家，未成家嘅就要同父母一齊逼喺一間不到10平方嘅房，並冇自己單獨嘅房間。喺多生多育嘅傳統社會入邊，5、6個人共享一個房間就係一種常態，而結婚就意味住有咗一間屬於自己嘅房，因此得以立室。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只有富人先至有資格講呢句說話。呢句說話係催婚嘅信號，係脫離咗當時現實嘅語境。對於遺屋入邊嘅客家人嚟講，早婚早嫁先至係最迫切嘅選擇。成家立室係家族、父母、個人最堅定嘅信念。只有早啲成家立室，方能早一啲擁有屬於自己嘅一片小天地。雖然小，卻係自由組成嘅一部分，亦都係資產組成嘅一部分，更係家族地位嘅一種認同。用現代嘅說話嚟講，係少年立志，係少年得志，係個人追求自由、財產、榮譽嘅一種手段。呢種手段對於家族、對於父母、對於自身嚟講，皆大歡喜，越早越好。遺屋入邊共享嘅係相同嘅一片天，遺屋有幾大，嗰片天就有幾大。個人嘅命運同埋遺屋嘅命運息息相關，生死存亡，榮辱與共。脫離咗遺屋嘅存在，就係一個既陌生又充滿危險嘅世界。遺屋係一個物體，係一座建築，係一種生活，係幾百年時間嘅濃縮，係贛南客家人嘅人生觀、世界觀、
價值觀最直接嘅表達。